在浩瀚壮丽的宇宙中，星云摇曳，辉光闪耀。每隔1000年，阿斯托斯之泪就会降临，凡人称之为流星雨。薇娅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爸爸在枕边讲这样的故事。爸爸曾经向她许诺，当那天到来时，要带她去看一场流星雨，任何事都不能阻止她。薇娅将这份期待记在日历上，然而年复一年的等待着。当这一天即将到来时，亲王却忙着跟王妃煲电话粥对骂。他们之前已经是仇人了，分居后更是不共戴天。王妃在电话里骂骂咧咧，生怕家里漏掉了一件属于她的东西。薇娅一脸委屈巴巴的想要提醒爸爸，然而亲王沉浸在终于解放的畅快之中，一股劲儿忙着嘲讽王妃。薇娅气得血脉觉醒，冲进卧室就开始砸东西。果然生气随妈，正常时随爸。薇娅背起小书包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，要自己去看流星雨。小恶魔极客谋杀公司里，比利兹正在被暴脾气的女儿露娜家暴，摩西和米莉熟练地喝着咖啡看好戏。今天这一出的起因是老大想纠正露娜对顾客的态度问题。露娜龇牙咧嘴地表示自己很和善，还说既然比利兹这么嫌弃他，为什么不换人？老大心一梗，硬气起来了，一拍大腿叫露娜滚回办公桌去，不然真会换了他。这就是严厉的父爱啊！这边正闹家庭矛盾的时候，蒙面薇娅忽然摸进来，偷偷潜入比利兹的办公室，守在前台的露娜全当看不见。薇娅利落地从暗格里找到了魔法书，念诵咒语，带我去看星星。比利兹察觉到不妙，一伙人端着枪冲进去时，薇娅已经一逃钻进了传送门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薇娅从天而降，一屁股坐死一个酒鬼。欢迎来到比地狱还地狱的人间，民风淳朴的米国洛杉矶，这里有满嘴祖安话的小丑，有气势汹汹的抗议游行，酒鬼、抢劫犯、妓女满大街乱逛，吓得薇娅这个外来魔心惊胆战。地狱这边，比利兹也吓得心惊肉跳，这事儿要是被亲王知道了，不得活扒了他的皮。他一通电话过去，亲王下一秒就到，直接气出了原形。暴怒状态的他还记得走正门，已经是对比利兹最大的爱了。另一边，薇娅在人间魔生地不熟，想问路也没人甩他。正苦恼之时，他忽然看到了一张观光巴士的宣传册，上面赫然写着带你去看最爱的明星。薇娅大喜过望，这就是上天的启示呀！小恶魔极客谋杀公司里，比利兹三人抱成一团瑟瑟发抖，承受着亲王这个女儿控的无尽怒火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薇娅到底去哪儿了？露娜用狗鼻子一闻，充满荷尔蒙和可卡因的味道，错不了，是洛杉矶。亲王传送门一开，众魔齐赴人间，就着自由而甜美的空气，听着尖叫和枪响，老大感叹是家的味道。亲王将自己和露娜都变成了人形，比利兹也想要体验一把当美少女的感觉，可惜亲王年纪大了，没有魔法书，多的咒语记不住。众魔入乡随俗，逛街顺手开启零元购。摩西被跑江湖的一忽悠，迷上了一打音乐唱片，可却没有钱，他只好和米莉夫妻合唱，在街头卖起了艺。比利兹懒得管这两个活宝了，他心想亲王不给他变身，他就自个儿去换一身行头。不料这一打扮之下，居然跟好莱坞当红明星布兰登撞脸了，脸上的行人立即将他围得水泄不通，照相的闪光灯恨不得把他闪瞎。比利兹狂喊摩西何在，护驾护驾！然而这两口子正沉迷于当众撒狗粮呢，来拯救比利兹于水火的竟然是布兰登的导演。保镖直接把他拎回了片场，亲王也伪装成经纪人混了进去。导演组的人跟他们混黑道的一样，亲王和比利兹被关在黑面包车里。亲王特别担心女儿的安危，比利兹便叫露娜去找人。另一边，薇娅在追星现场逛了一圈，发现自己被坑了。她正感到失望，又看到一张追星海报，心说人间到处都在说星星，可星星到底在哪儿呢？镜头一转，比利兹和亲王被扔进了化妆室。他说自己啥都没准备，台词都没瞟一眼，怎么上台演啊？导演表示都什么年头了，还在用传统表演法，读1、2、3会不会？你上台就照着读，一切有后期和配音呢。比利兹这才明白了，可是现在明星演戏只需要刷一下脸。上台之前，比利兹非常紧张焦虑，他的前半辈子已经证明了他没有表演天赋，不然老爸当初为啥要卖了他？亲王赶紧告诉他的比利兹亲说，你的表演天赋要是有床上一半好，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什么叫窒息。比利兹一上台后，照着台词当复读机，现场安排好的观众十分配合的开始大笑，一切都在导演的掌握之中。比利兹听着一片笑声，还以为真是自己的演技很牛逼，一下就飘了，又开始讲他那些充满血浆和死亡的地狱笑话，观众听的直接 emo 了，就算导演暗示要大笑也笑不起来，唯独亲王发自内心的笑了，就像20多年前他们出狱时那样。亲王看着比利兹自信的模样，顿时脸红心跳，差点把持不住。镜头一转，叛逆的露娜不鸟老爸的吩咐，压马路当街溜子。翻看朋友圈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了薇娅的打卡照，露娜心说我操，还有意外收获。虽然老爸的话她不想听，但放着一个离家出走的傻丫头不管，也实在于心不忍。于是露娜开始顺着薇娅的打卡自拍，一个低头一个低头摸过去，从大白天走到了晚上，累得气喘吁吁。
绪，心说这丫头也太他妈能跑了。最后他找到了天文台，报纸上说这里是观看群星的最佳地点。与此同时，比利兹的地狱笑话也从白天说到了晚上，他越说越起劲儿，最后连亲王都实在受不了了。现场观众个个东倒西歪，鼾声如雷，有一个倒霉鬼直接听得发癫了。比利兹正在逗一条小狗，按照剧本发展，一名小女孩冒出来要收养它，这样的情节一下刺激到了比利兹。他想起了当初收养露娜的时候，他也被关在阴暗的笼子里，用拳头打飞欺负自己的魔，独自躲在角落里抹眼泪，不被任何魔需要和关心。他是我的，我爱他。比利兹死死地抱住小狗不放手。导演一看，终于有戏剧冲突了，赶紧提示观众纳笑。比利兹气得冲观众破口大骂，导演赶紧派手下去按住这个疯子。老大彻底入戏，掏出枪就开始杀人。拍摄组的人一拥而上，将他按倒在地。亲王想去劝架，却被踢开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扔了一瓶强酸水烧掉导演，引起了一场席卷会场的大火。观众们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比利兹像西部硬汉一样拉起柔弱的亲王，走吧，去找我们的女儿。亲王闪着一双粉扑扑的星星眼，这展开不结婚很难收场啊。另一边，露娜在天文台找到了哭泣的薇娅，雾霾遮蔽了夜空，即使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，也只看得到一片灰暗的天空。薇娅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蠢透了，白白浪费了时间，只为了看那场愚蠢的流星雨。她真正想要的是亲王对她的重视，可是爸爸现在却只顾和妈妈吵架。为什么爸爸恨妈妈胜过爱我呢？小猫头鹰越哭越伤心，原生家庭的不幸。他觉得爸爸估计都没察觉到他离家出走了。洛娜感叹道：“有时候大人就像小孩一样，他们虽然努力了，但却总把事情搞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，相互宽容。”薇娅和露娜姐妹贴贴，最后开传送门回到了父亲身边。亲王这才醒悟过来，他忘记了曾经给女儿许下的承诺。阿斯托斯之泪，虽然污染严重的人间看不到它，可是幸好人类还有烟花，可能不够完美，但至少没有遗憾。可怜的比利兹也想在这感人的一刻抱抱女儿，露娜一脚送他滚蛋。老大长叹一声：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”再是另一头，摩西和米莉街头卖艺一整天，换来了一大蛇皮袋纪念品。临到要回地狱时，还有跑江湖的来推销。米莉一飞刀送这小子升天，一个公主抱将购物中毒的摩西送回家。可怜的摩西，这卖了一整天的艺都白干了，就当体验生活吧。